我们调一个花嫩叶子的颜色。花嫩叶子我们用这个三绿藤黄珠标。我们直接用这个盘子吧，直接用这个盘子。这里因为有三绿，有珠标，有胭脂，直接加点这个藤黄就可以了。我们画嫩叶子用这四种颜色啊，三绿加藤黄，然后加点珠标，笔尖蘸胭脂来画这个嫩叶。嫩叶、嫩枝干、嫩芽都是这么调色。把这个藤黄和三绿调和，然后调一点这个珠标，然后笔尖蘸这个胭脂来画这个嫩枝干。这朵从中心从哪里长出来？颜色有点接近，这个等它干了我们再调整哈。颜色这个胭脂蘸的有点少，我们现在湿的话去调整它会不好。等它干了，这个质感我们可以再多加一点胭脂。这里来一组叶子，这里来一组。好，我们这样子。这是都往上，我们要垂下来一组。垂下来一组。垂下来一组，这一组怎么长呢？这样子来长。3叉9顶，这个就是3叉9顶，一个叶柄出来3个枝，每个枝上会有3片叶子。好，这个叶子的朝向从哪里长出来，我们都把它规划一下。规划之后，我们再去画它，就心里更加有这个有底。画一下这个花托啊。我们每次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，都是先把这个叶子给大家规划好。这样规划好的话，大家就更加清晰的我们这个知道我们这个叶子从哪里长出来的。这一组，这里来一组。先把这个叶子从哪里长安排好，然后我们再去画，就更加清楚明白这个叶子的生长。这里2组，那我们这边我们让它有3组吧。这边2组有点平均了。
这一组。这一组怎么长出来？待会儿我们再看情况。我们只是为了增加一组啊，只是不要让它这两边平均的，一边2组。我们让它这边3组，这边3组，这边2组这个叶子。我们把这个叶柄安排好之后，我们再往上面去加叶子，这样子这个思路就更加清楚。我们现在先往上面加叶子，我们画叶子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，然后把它调成一种墨绿色。花青加藤黄，这个我盘子里有这个花青加藤黄，已经调好的这个花青加藤黄，这个是花青加藤黄，然后加墨。如果说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墨太少了，太绿的话，我们再加一点墨进来，啊，这个墨慢慢往里加，把它调成一种墨绿色。再加一点藤黄进来啊，不要让它太绿了，太黑了，藤黄多一点，它的颜色会慢慢的加墨，慢慢往里加墨。加墨的原因就是不要让它的颜色太黑了，太绿了。我们把这个绿给压下去一点，让它成为一种墨绿色。加了之后，这样子调成一种墨绿之后，我们蘸这个颜色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我们画叶子的时候，直接来蘸这个浓墨，笔尖直接调这个浓墨，这样子调这个浓墨来画这个叶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组叶子，先从哪里开始画？好，这边这一组让它直接破边了，这里有一组。一组叶子它是3片叶子组成一组啊，3片叶子组成一组，那这有2片，有2片的话，这边呢还有1片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来画出这一片叶子。那么这下面伸出来，这有一组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样是一片叶子。那两边还有一样的啊。那这边我们可以画一个侧瓣。好，这个是3组叶子。我待会儿我们画的时候再看情况，可以再去加一些淡叶的层次。我们现在是画的这个深叶子。好，来继续来画了啊。好，这组叶子是这样子哈，这样子有点这种翻过来这种感觉哈，它是翻过来这种感觉，所以它看起来比较小一点。这一片我们这样子让它穿过来，然后中间这一片一样的啊，侧瓣，这样子凑过来。我们画这个叶子也要画出
画出姿态来，它才好看。下面这里还有一组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然后里面还有。下面还有这个淡叶，下面这个层次我们就画成淡叶的层次。这一组叶子就这样子垂下来的这种感觉。这里会有一组淡叶。画叶子也是特别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清楚，吧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叶子让它有深、有浓、有淡的这种层次感。我们还画一些淡的层次。这个叶子也很多。好，这下面就是一组很多的。继续来啊。这个是上去的这一组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出一片叶子。这个是一个侧面的。好，这后面还有一组，我们就可以画一个淡一点的层次。这里面遮挡起来，它是两个纸，两片纸，所以它的叶子还有很多。这两片纸这边还有很多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一组叶子。好，这边的这一组，我们直接让它从这里回过来，露出一点点。这上面还有一组，
上面还有一组，我们就画成嫩叶子的颜色，不要全部画成这种深色的，画成嫩叶子的颜色，就是三绿加藤黄加朱标加胭脂来画成嫩叶的颜色。不然的话，我全部画成这个深色的颜色的话，就跟这个下面这一组深色的颜色有点撞了。下面一组已经很多了，我们上面这一组就不要让它那么多这个黑色的了。这组让它垂下来。好，我们不要太多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画叶子也是很关键的啊。好，我们这边好，我们把这个枝干加上去。枝干加上去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哪里会加一些嫩芽、嫩叶之类的这种去衬托。枝干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洗一下，然后直接蘸这个墨。笔洗干净之后，笔上要有一点水分，不要太干了。笔上有一点水分，直接蘸这个浓墨，直接这么去画它就可以了。一笔下去要有浓有淡，有干有湿有枯。从这里出汁啊。看这一笔下去要有浓有淡，有湿有枯这种感觉。这样子接上去。那这个纸我们再怎么整啊？要思考一下。
这个枝还要很长，从哪里出来？大胆一点去画。哎，也不知道出的好不好看啊，也不知道出的行不行。这有一个交叉的。出一个小枝。这一只我们不用从那里出来，这一只我们让它从这里。换个方向，换一个想法，让它出，从这里出去。这里的枝这样子交叉。本身你出枝它是有一点点难题啊。最后把这个枝给调整一下。最后进行一下调整。
等这个汁干了之后，我们还要进行去调整啊。干了之后还要调整。现在我们加上这个嫩芽，加上嫩芽之后再看，加上嫩芽、嫩叶。我们这边来一组这个嫩叶，来一组嫩叶。来一组这个小嫩芽，小嫩芽直接用这个藤黄和这个胭脂来画就可以了，用藤黄和胭脂。这一组嫩芽，嫩芽它让这个画面感，让这个画面显得更加有生命力。其他这些嫩芽，每一个嫩芽我们都要有不同啊，不要一样大，要有区别。这个上面的这个嫩芽，我们可以淡一点点。这里也来一组这个嫩芽吧。这个嫩芽我们要画的有姿态、妩媚一点。我们来勾一下叶筋，勾一下叶筋。
我们勾下叶筋啊。一片叶子勾2、3笔就可以了，不要勾太多。还有这些淡叶我们也稍微的勾一下，但是不要太深了，用淡一点的颜色来勾，笔稍微的在水里面洗一下。好，下面还有一组。
中间我们就这样子留着，然后我们画一下花心，来画一下花心。这边我们可以来一组淡叶，来一组淡叶的层次。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枝干啊，看一下要不要加啊？这个加也要慎重啊。这是这个枝干上的叶子。加一些淡叶的层次在这里。加两个花托。这一组叶子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要跳出来一个东西。有一组叶子，等它干了之后，它会变淡一点。现在加的不是说特别完美，这组叶子加的不是特别完美。我们来画一下花心，到时候干了再看一下怎么去调整。先用这个三绿画一下这个雌蕊。用胭脂，太湿了。好，用胭脂来提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下它的花蕊，这个是雌蕊。
好，我们画上花心啊，画花心还是一样的，5组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，这样去分啊。这下面2组就直接沿着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去点就好了。沿着这个花瓣的边缘去点。好，画上一点花丝。我还是喜欢画黄色的花心啊，因为花心它本身就是黄色，我们画个其他颜色我总觉得有点怪，我还是喜欢画黄色的。不管是黄色的花，我还是喜欢画黄色的。那我们只要把它的底打出来，黄色的也没关系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朵花也添上一些花心，花心太好看了，是吗？这个花心，其实这些花啊，像这种绣球形的花，不点花心也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为了这个画面感，让它更加完整，我们还是要点一下花心，让它有这个点的这种感觉，让整个画面有这个点线面的这个关系。好，不要点太多，就点少少的就可以了，看得到一点花心就可以了，隐隐约约看得到一点花心就可以了。好，这2朵花就这样子完成。有一些地方可能还要进行调整一下，有些地方还要调整一下。现在不是最终的，有些地方可能还会进行调整。像这些地方还有一些问题啊，像这3个它这个空隙留的是一样大，3个的空隙留的是一样大，这个还要调整一下的。这样子它还不是很完整。只能这么把它破一下。我们有出现问题了之后，我们要把它破一下。这样子，拿一点淡液把它破一下。这样子看一下。今天最后这一组叶子加的不好，加的不完美。最后这一组我们不应该加的，不应该加。到时候我重新把它改一下，等它干了之后我再把它改一下，把这里长一个花苞到这里来，从这里长一个花苞到这里来。不要让它这么长，它不好看。现在不能改，现在要等它干了之后才能改。